欢迎来到智能车研究所，我是小佩。我们今天一镜到底测支架，来试一下小米苏7。苏7用了2个 Orin X 的芯片，然后硬件感知系统方面呢是 11V3R1L 的。那 11V 呢，就是它有11个摄像头，那其中前面的一个主摄像头呢是800万像素的，其他都是300万像素的。3R 呢就是3个毫米波雷达，但是它的配置是前面一个，然后后面的2个翼子板2个组成一个三角形这样，然后剩下的 1L 呢，当然就是车顶的激光雷达了，用的是一个何塞的128线的激光雷达。好，那我们就马上开始我们的支架吧。好，我们就启动支架。领航辅助已开启，车辆将跟随导航和限速自主行驶。好，这一个路线呢是一条难度比较高的路线啊，因为之前我们对苏7是没有在这里摸过底的，所以我今天也是开盲盒，我完全不知道它的表现会怎么样。前方道路施工，将合理控制车速。它的播报是前方路口直行，150米后右转。好了，我们前面会来到我们的1号路口了。首先这里就是可以它控制车速，但是太慢了，我共驾一下，它完全刹停了。但刚才苏7对于旁边这个冲出来的车辆的识别是挺到位的。然后这里是我们1号路口，就是一个右转没有划线的大角度的右后方一个发夹弯，看一下它能不能自主的拐过去啊。好，它贴的比较靠近，然后拐过来了。请立即控制方向，正在识别车道。好，我没有接管，即将右转。他提醒我，但是我是没有接管。不行了，他已经退出了。刚才不确定是他的能力问题还是请立即控制方向，正在识别车道。又退出了。好，领航辅助已开启，车辆将跟随导航和限速自主行驶。刚才那一下我不大确定是他的能力问题，还是因为那几个对向的车。右转。但不管怎样，退出的话就只能算安全接管了。刚才那一次。好，这一个右拐它是自主完成了，这个没问题。向左变道。好的，大家可以在屏幕的左上方看到有4个数字，即将向右前方行驶。这就是我们对于支架系统的干预的计算，因为我们不想用一个数字来评价一个支架系统，这样有点不大公允。向右前方，请注意接管，已切换至居中辅助。降级了突然这里就降级了，不知道为什么，现在降到 LCC 了。它会不会？但是我前面还是显示是 NOA 的状态现在还是 NOA 状态但这个车速好快啊！我们现在是在辅路上面的，就是旁边是快速路，那边的限速是80，但这个辅道的限速是没有那么高的，但是它还是跑得75。好，所以前方路口直行，我把它手动降点，向左跟随导航变道。不降点的话，这里怕它拐不过去了。好，这里马上会有一个右拐进小路的，看一下它能不能向右跟随导航变道，能不能自主的进去啊？好，前方是没有车的，但是它往左借了很多空间，可是现在还在卡在这里还在响，卡到对面有车出来了。对面的车已经忍不住了。好，有几台车出来，它就卡在这里了。我现在还没接管，看一下这几台车过去之后，它能不能自主完成这个右拐啊？但是至少目前看来，它对这个右拐的路线选择不是太理想，看来是不行的。我试一下人车共驾一下，给点油。好，应该还可以的，但是它非常贴着左边。向右跟随导航变道。好了，不行，一停一不给油它就不动，不行。你正在控制，请立即刹车，我要存在碰撞风险。前方领航辅助已开启。好，我们继续开启。这里我再共驾一下，因为它太慢了。这里有个右拐的盲弯，它能不能过去呢？可以的，进入了，但是路线的选择非常不理想，不行了，我要正在控制方向，它进入到对方路线。暂停，250米后到达途经点。即将到达途经点。好，然后这个隧道它能不能启动支架呢？好像是不行的。我启动一下，领航辅助已开启，启动了，但启动之后它就不动了。现在压的后面的，向左变道，后面的你正在控制方向，不行，辅助驾驶已暂停，我已经严重影响到后面的交通了，所以这一段我要自己来了。
好，这里继续进入 NOA 的状态，然后前面有一个窄路口，窄路口的右后方还会有车辆的汇入的可能，看一下它怎么通过啊。好，窄路口，哎，请立即控制方向，对，正在识别车道。它应该也识别到刚才右边是有一个电动车，领航辅助已开启，但是它没有自主减速，所以刚才我是控制了方向跟车速的。好，前面呢就是下一个难点的，就是有一个闸机，看 SR 它是没有识别出来这个闸机的。果然它是没识别出来的，所以我要手动刹车了。好，这经过这一连串比较领航辅助混乱的路面情况之后，大家应该领略到我们这个路线的难度了啊！我都没有机会解释左上方的4个数字。简单来说，上面的2个数字呢是更偏向于环境因素的，就是人车共驾还有效率共驾。那就是说，有时候自驾系统出于安全考虑，它会把车速控制得很慢，甚至停下来，但这个时候它没有退出，我就会给点油，这就算是人车共驾。然后效率共驾呢，就是有那种把对向来车顶死的可能，我就会接管一下，这个是出于不要影响通行效率，但这个弯也太慢了，所以我这里好了，即将左转。在我即将忍不住要踩油门的时候，它自己又动起来了。对于这种大拐度的左拐弯，好像它处理的不是太顺手，所以它就思考了很久。好，前面我们就来到这个左转出闸机的位置。估计是不能自主过去的，因为第一个它没有显示出来，第二个前面有车干扰的，所以接管，我还是要接管的。领航辅助已退出。过去之后我们继续启动 NOA。领航辅助。好，前面是一个T 字路口，T 字路口之后它会怎么处理呢？有车过来，它减了一下速，然后呢，可以，但是它没有很好的利用好这个路口的空间。刚才的路线是给了我一点压力，但是还能过去，问题不大。好，然后前方呢是一个路线画的非常不清晰的小路，前面也有很多这种违停的车在路边干扰，所以能看出来舒淇现在非常的纠结，他可能以为旁边的车是正常的车辆，想跟着他们后面，就时不时的来一脚刹车。好，现在他走在这个路中间，把左边的车给逼的，哇，你也太霸道了吧！即将向右前方进入右转专用道。他把左边的车逼的，哇，太想过去不行了。他刚才一直往左靠过去，把那个路骨都碰风险。好，我这一段先让后面的车过去吧，后面的车想打人了已经。让那车过去之后，我们再继续，要帮他减点难度。好，我们就继续来启动。请立即控制方向，正在识别。已接管，居中辅助已退出。请立即控制方向。已接管，居中辅助已退出。这里已经到 LCC 状态了，现在降级了，不能启动。那我们就先手动离开这一段路，进入右转专用道，随后右转。好，老实说，我现在也很紧张啊。经过舒淇刚才的表现，好，这里可以启动了，看一下这个右拐的弯怎么样。后面的车又不停的在滴我，然后前方有一个阿伯开着一个电动车出来了，但是他很好的慢慢的让阿伯过去了，然后现在前面没有车了，后面也没有车了，你还不拐过去，你还在等什么？好，我们这里要靠左的路线选择，即将在红绿灯路口左转，向左跟随导航变道，左转。他选择了正确的路线，我们来到了左边的车道带转了。怎么说呢？目前来说，这一舒淇这个版本的自驾表现不大。红灯即将变绿。虽然是端到端，但是它好像对于那些corner case 的处理不是太好。然后前面是一个左转，左转之后呢，我们可以暂时离开这种离谱的小路，回到一个正常的城区道路。这里会有清晰的划线。然后会有斑马线啊，会有红灯啊。600米后向右前方行驶。好，这一段我们就可以看一下舒淇的自驾系统在正常城市道路的表现怎么样。刚才有一个小小的画龙这是不大应该出现的，然后它很快的把车速提起来了。好，前面等红灯的时候，这个减速是做的挺好的，非常的丝滑，没有任何的不适，但是跟前车的距离好像是有点远的。这个我们前面如果还有路口的话，可以再观察一下。好，前面会通过一个路口，带灯号控制的路口。这种路口其实没有什么难度的，这是合格线啊，必须要做得好的情况。好，通过这个路口，
然后前方路口直行，250米后向右前方行驶。马上会来到一个没有灯号的路口，这里会有人跟车窜出来。好，他稍微减点速，因为看到前面的宝马了。好，宝马让一下我们，舒淇过去了。前方路口直行，150米后向右前方行驶。我还以为他说向右行驶，但自己又不动呢。他向右变道了。好，这里我们还不变过去。前方你已接管，不行了，我要接管。领航辅助已退出，因为再不接管，他要压实线过去了。再领航辅助已开启。果然，你已接管，他是不会走这个右拐专用道的，所以这里我又必须要接管了。好，右拐之后，我们来再次先把车让过去，我们再启动啊。领航辅助已开启。好，这里会有一个难点，就是前方的隔离带。对于自驾系统来说是有点迷惑的，他不知道，但是你都没到隔离带，你现在迷惑什么？走啊！好了，没有车了，可以走了吧？好，来到隔离带这里，我们前方是应该向左跟随导航变道。对的，你应该靠左走，但是你又干嘛嘞？他在隔离带前面在犹豫。向左变道，把所有的车都让过去之后，他终于向左变道了。向左跟随导航变道。哇！后面开电动车的大哥已经傻眼了。向左跟随导航变道。不管大哥了，我们自己现在，他终于来到左边车道了。路口掉头。前方会有一个红绿灯的掉头路口，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难点。第一个，它能不能识别这个灯号；第二个，它能不能自主完成掉头，这是我们要观察的。好，刚好前面是红灯的状态，我们看一下啊。现在在 SR 界面。它还没能识别出来这个灯号，因为这个灯是有一点点隐藏的啊，现在能看出来了。好，现在其实它有没有识别出来呢？它没有显示红灯，但是它又用文字来说红灯停车，所以这有可能是舒淇的 VLM 啊，因为现在舒淇跟理想这两家都是明确说了它的自驾系统是有 VLM 的，所以刚才有可能是 VLM 判断它是能看到的，在这里是有的。这里是有的，但是这一个灯是没有的，这就有点迷惑啊。但不管怎样，它是停下来了，但是停得有点远。大家现在在镜头里面能看到，我们离那个停车线其实有1个多车位。好了，转绿灯了，它就自己启动，然后现在自主发行掉头，这个头能不能掉过去呢？路线的选择有点大，但是它还是能掉过来的。那后面的宝马非常不耐烦了。因为我们的车速太慢了可以，它完整的自己调过来了。好，然后前方呢会有一个途经点的，所以向右前方进入辅路，随后到达途经点附近。这个就是途经点的干扰，然后前方如果我介入的话就不计算了，因为这个是途经点的问题，有可能向右前方进入辅路，对，随后到达途经点附近。我们这里就不进入辅路了，进去就很难出来了看他能不能挺好的，他自己过去了，他没有硬是要进去的。到达途经点附近。好，我们跟这里即将向左前方进入主路。这一小段的表现是因为途经点的关系啊，因为我们向左前方行驶。为了完成这一段大概13公里，有30个路口的路线呢，是途中设了4个途经点的，所以有可能对于它的行车路线会有点干扰。好，左转。前面我们来到一个左拐的路口，能不能把它的声音关小一点啊？声音，对啊，这语音已经关得很小应该是这个舒服了。好，前面我们就左拐了。这个就是有一点点博弈场景，因为我的左边右边都有车的，然后看一下这路线的选择，但是我右边的车是不左拐的，所以没有对它造成压力，我们也没有侵占到左边的车道。好，这个左拐的路线选择很完美啊，走在自己的车道上面，没有影响到别人，也没有被人影响。然后前面呢，慢车要不要绕行呢？要的，舒淇发起了向左变道，但是这个变道处理的太慢了，人家都变了，你都没变出去。又逼什么？好的，他终于挤出来了，好不容易。刚才这个变道的处理就有点像驾驶经验不大丰富的司机啊。
好了，前面我们又回到了这一段比较正常的道路，然后红灯停车，看一下它停的速度跟距离啊，减速度控制的很好，但是停车的距离呢，它慢慢的往前蠕动了一段，但现在停车距离大概有差不多1个车位，是有一点点远的。如果两边没有实线的话，那这个停车距离就是在召唤别人来加塞了啊！所以这个我觉得小米可以优化一下，这种红灯停车其实可以停得贴近一点。好了，继续说我们左上角的4个数字啊，因为上面2个更多是环境的，就是别的车型对我们的自驾行为会造成压力，所以我会干预一下，所以这个不能完全说是自驾系统能力的问题，但是下面的两项呢就跟自驾系统的能力是比较强相关的。那一个呢就是降级跟不按导航路线走，刚才已经出现一次了啊。最后一个呢就安全接管，安全接管就是有可能它没有识别到一些安全的状况，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个系统它没有给我预留足够的反应的空间，给我造成精神压力，所以我必须要提前接管。但不管怎样，不管它最后能不能处理啊，反正只要让我这个驾驶者这个监督员觉得有心理压力去接管的话，那其实也是一个自驾系统表现的不好的表现。那所以我们也会把它算进去安全接管里面的。好，这边是一个右拐出辅路再右拐了，这个处理就是你明明都这就是问题了他刚才明明已经出去了又绕回来了，这就是不按路线走，就是属于我们第3档的一个计算了。而且这个就让我有点尴尬啊，在路面上面这样子停下来。但其实这一个出辅道真的没什么难度啊，不知道为什么这里又很奇怪了，它就不动了。我刚才没有干预啊，它就慢慢的，它好像是，它是不是要等有车给自己带路才敢出去呢？好，不管怎样啊，我们继续看。然后前面我们回到这个没有灯号控制的一个不正规的，也不正规，不大标准的十字路口。好，这里会有一点点混乱，但是没有问题，它见缝插针的过来了。然后前面这一段路呢，有一个途经点可能会影响行车轨迹，但我们还没到啊，你那么快就停下来干嘛？哇，不行了，我刚才已经把那个车顶住了，所以我控制了一下。好，我刚才是这个算是效率共驾了，因为我已经影响到别人的行驶了。好，然后我们现在已经降到 LCC 了，为什么会降到 LCC？ 那我就只能自己来了，这个就很奇怪的降级了，但不确定是不是途经点呢？我们经过途经点看看它会不会。现在我还在用 LCC， 但是我在干预它。250米后经过环岛，从第2出口驶出。我取消它再启动看行不行啊？不行，那还是 LCC 的状态。按道理来说啊，其实现在都是无图了，再加上端到端的时候是不应该在中间出现长距离的 LCC 状态的，因为用无图的系统加端到端是只要路面有划线是应该能启动自驾系统的，但是书记在这里还处于 LCC 的状态。红灯即将变绿。好，我们看一下后面能不能启动啊？还是 LCC。还是 LCC， 所以这一个测试点就只能我帮他过去了。这里本来要考察他能不能通过这种一个不大常规的小环岛的通行的，那我就只能帮他通过了。然后前方呢是一条小路，又来到了这种比较混乱的人车混杂的小路，但是它还是 LCC 的状态。测了个寂寞啊，今天。好，那我就帮他快速通过了。好，大家可以看一下，人类司机是这样走这条路线的啊，也可以看一下我们智能车研究所之前的我们已经做了很多车型的自驾的一镜到底测试，都是走这条路线的，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啊。人类司机就是我，我的驾驶风格跟那些自驾系统的驾驶风格是什么样？可以 NOA 了，那我就启动它。你干嘛？它是
中辅助已退出。它是要识别到车道才能啊，可以了，我就启动了。好，但是是不是我启动的位置不对呢？它完全走错了。领航辅助已退出。我又要倒一下回去。如果大家想知道各家自驾系统的真实表现的话呢，记得关注我们智能车研究所啊，然后你们投币，你们1键3连的行为是我做这个原创自驾视频的最大动力啊。好，我们现在 NOA 可以的，继续启动它。好，那前面这一段路是一个修工的时候临时改道的小路，虽然路面上有划线，但划线是非常混乱的，所以有可能会造成很多的干扰。它能不能通过呢？好像是不行的，但至少啊，你看，虽然没有划线，但是它能识别到这边是有障碍物的。虽然是慢一点，但是舒淇还是想通了。但想通了之后呢，它这个路线的选择就不大好，它走到对面车道去了。那现在如果对面有车过来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一定要接管了。辅助已退出，即将到达途经点。我觉得今天我招惹了很多人骂我。好，它又降级到 LCC 了，好 NOA 了，我们再用 LCC， 你是玩我啊你？他很蛊惑的在 LCC 跟 NOA 之间横跳了，就算了，这一段我就帮他通过吧，因为这个本来也是一个很难的考点来的。这个地方很多自驾系统它会走最快的走左边过去侵占了对面车道，但因为这里是一个盲弯看不清楚的，所以会很危险，那我就帮他通过了。现在好，我们又来到 NOA 的区域可以使用了，激活它。马上前面有一个大叔冲出来了，但没问题，因为刚开始启动的时候它的车速非常慢。好，两个电动车过去之后，它跟随着电动车车速慢慢的提起来了，然后这条路呢会有一点点窄，但是问题是不大的。右前方的行人他好像想绕行，但是又不大敢绕行，他就在犹豫，在一点点的挪向往前挪。好小妹妹觉得这个车很漂亮是吧？对的，这是小美舒淇很漂亮的。好，我们通过了斑马线。前方还有几个行人，但是他想绕行的时候呢，有点侵占到对面车道啊！哇，还好，我刚才有一点点压力，但不大啊，因为刚才那个距离其实还行。好，我们马上前方会来到一个90度的从这里看到90度的左拐弯啊，这个弯呢是视野非常的不佳的。所以如果有车出来的时候，如果它贴的左边拐弯是有点危险的。好，但非常幸运的是没有车出来。那我们这个弯拐的怎么样呢？可以，它自主的拐过来了。好，但是拐过来之后，我发现舒淇很喜欢在拐一些大角度弯之后侵占到对面的车道或者旁边的车道一点点。好了，前面又是一个90度的左拐弯，你干嘛呢？它的行车轨迹，这就有点迷惑。你算了，我来接管了，这个没办法走了，已经它卡在这里了。你正在控制方向。对，我在控制方向，我知道。好，我们先拐过这个弯之后再启动它看看啊。200米后向左前方行驶。好的，现在是 LCC 的状态。控制方向。正在识别车道。可能会有一些朋友觉得我是在黑舒淇啊，但这个我真的要表一下态度，我是很喜欢这台车的。好，它又不能启动了，算了，它又在横跳了，我过了这个弯再启动它吧，因为这个弯也是很难的，这也是一个90度的小路的弯，然后前面有一个交替通行的窄路，可以好启动它看一下啊。好，其实我是很喜欢舒淇的。然后我也很喜欢小米的。其实我们做这个一镜到底测支架的目的呢，是真的想把每一台车每一个系统，它就算了，我帮他吧。再不过去就跟对面的车顶死了。请立即控制方向，正在识别车道。领航辅助。好，我们先，它自己开启了已经。
我们只是希望把各个车型、各个版本的智驾系统它的真实表现给呈现出来。所以为什么做一镜到底，就是想给大家看，从头到尾我是不会挑的。如果我想赞爆它的话，我可以在这一段录音里面挑一些它表现很好的镜头剪出来，大家会觉得哇，舒淇牛逼。如果我想黑它的话，我可以挑一些很离谱的镜头剪出来，大家会觉得哇，小米的表现怎么这样子？所以我是完整的保留下来。那它有好的表现，有不好的表现，对吧？所以就是很客观中立的啊。我们所有一镜到底的视频都是这样的，大家可以回头看一下。之前我们做过华为的，做过理想的，做过小鹏的，做过蔚来的，其实基本上主流的都做过了。好，我们回到路上啊。刚才已经离开了我们整个路线里面最难的一些部分了，然后前方呢，我们会马上要进入到一段城市快速路，因为城市快速路呢是大家其实是最应该使用智驾系统的地方。老实说，像刚才这种小路，我是不推荐大家去激活智驾系统的，因为第一个你会觉得就比你自己开车更累，另外一个呢，确实会有一点安全隐患，无论是对自己也好，对于外面的其他交通参与者也好，都是会有安全隐患的。所以那种路，其实我们纯粹是为了挑一个很难的状况，去给智驾系统压力，去让他们展现他们的实力，才挑这个路线的。那但前面这条路就不对了，这不是了，前面这条路就真的是很常用的。好。然后刚好我们前面看到有一个测试车，看能不能追上去，看看是什么车，说不定这条视频还出了个谍照呢。但是我是不会干预他的啊，他自己开，能不能追上去就看他了。哇，那个测试车开得好快。好，然后前面有个慢点的车，这个时候他会不会发起绕行呢？他不会的，但那个车刚好也让开了，那个是一个 Q7 吧，是吧？Q5L 让开了。好。现在，因为这台车的车主看来他是比较心急的，他是我们现在智驾系统里面都可以设置一个速度上限的浮动的，很明显他设了一个有一点点大的浮动，所以现在车速是有点快的，但是是安全的，好，然后我们现在看一下啊，这是一条长实线，虽然有慢车压着，但是它没有去绕行，这个是合符交规的，很好。其实来到快速路上面呢，我们主要就看一个智驾系统。第一个，它会不会有那种很无端端的，尤其现在端到端的时候啊，有些版本的系统它确实会画龙的。那现在可以看到舒淇在这里没有那种画龙的冲动。那另外一个呢，就看它车速的控制了。然后就是看如果前面有慢车会不会发起绕行了，就主要看这几个点。还有就对于车道跟随的这个居中，它会不会在车道里面有点小小的晃动啊？但现在目前看来，舒淇各方面的表现都还可以，都挺好的。那当然了，因为高快的自驾其实是比较无聊的，那所以也考虑到这个视频的观赏性嘛，就不想放太长时间的这种高快的部分，所以这一段我们就不是很长，前面马上就要出去了，就要离开了。那最后离开之前，我们可以再观察一个点，就是舒淇从主道出匝道的车速控制是怎么样的。好，前面的轩逸是有一点点慢啊，但是好像舒淇是没有绕过去的冲动，因为对我们马上500米之后就要出去的了。所以现在他还是跟在轩逸后面，选择了最后车道已经准备好要离开这个主道了。好，现在包括跟前车的距离也是没有可以挑剔的地方的。对，说回舒淇啊，其实大家要理解。舒淇是小米的第一款车，小米第一次造车，也是第一次做这种智驾系统，那所以在现在也是它第一个这种城市 NOA 的版本。那这个版本上面表现不佳呢，我觉得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关键是我们看一下，在接下来的半年时间内，小米能不能很快的追上主流的表现，然后甚至说有没有可能超越他们啊？因为第一个，小米作为一个 IT 企业，那在IT 系统的研发方面应该会有自己的优势。另外一个呢，其实小米的
因为智大系统现在端到端的系统都要训练的嘛，其实小米用来训练的算力是比较高的。现在国内是很缺这种智大系统的训练算力的。那小米它本身做 IT， 它有很好的服务器群。好，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左拐啊，这是一个很大的路口的左拐。好，它选择了，这个表现就有点像我们之前测蔚来的那种表现啊。因为这个路口如果是按照最短路线来说的话，刚才离开路口之后应该马上走左边一个弧形过来的，但是它刚才是往前走一点，然后再大角度的打过来，这有点像规控的表现，就是尽可能的按照路面的划线。好，它没有抢这个灯位啊，这还是挺安全的。对，他刚才过那个大路口是这样，有点90度这样过来，但是他没有那么夸张，就是尽可能的按照地面的划线来走。这个不大拟人，但是也是非常合理的一个表现。但至少刚才那个路口它是完整的自主通过了。之前有一些智大系统其实在刚才那个路口会出点状况的。所以从刚才那一段看来现在初期处理日常的路况应该是问题不大的，就是偶尔有些就拐右的主道出辅道的地方好像是不大好，但总体上来说是问题不大，然后走高快的时候是没有问题。所以这套系统目前来说，大家如果在通勤路线上面有比较多的这种高快的比例是可以使用它的。但如果说你期望它能在老城区一些比较复杂的路况上面去使用呢，现在应该还不行但是对，我们看一下它后面的表现吧。那刚才提到了小米它本身作为一个 IT 企业，那它在算法方面应该是有更多的人才去做的，然后它的训练的算力是比较大的。但是我们做一个好的智驾系统需要3个要素，小米这2个应该没问题，但是它缺的是第3个，就是数据了。因为训练一个好的智驾系统，端到端的智驾系统是需要大量驾驶数据、行驶数据的。这一方面小米是肯定是比较缺的，因为这才是它第一台车嘛。而且现在这个数据你去外面即使去买也买不到，自己组建车队去跑的话是很难在短时间内跑那么多数据出来的。为什么我们能看到特斯拉做得很好，包括小鹏包括理想为什么能在半年之内切到端到端，半年之内就马上追上来，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他们的这些训练的数据是很多的。你看像理想就说它现在它的版本已经是有800万 clips 了，那这个你要自己去跑的话不可能在1-2个月之内跑出来的，你组建一个再庞大的车队也跑不出来的。所以小米现在要解决的最大问题，我觉得是在智驾数据这一块。好，前面这个红灯的起步问题也不大，但是它有点奇怪，它刚才向右抢了一下，你看它现在又往右边抢了。因为前方我们是直行的，它向左变道又出来了。这种表现有可能就是因为训练数据不足，所以它就会在一些因为我们训练大模型都是这样的，它会在所有的训练数据里面总结一些规律，但如果训练数据不足的话，它总结出来的规律就是不适用的。那所以我觉得刚才那个表现有可能真的就是训练不足。在下个路口掉头。好，这里我们是会通过一个红灯，通过红灯之后呢，马上最后第30号路口就是前面的一个掉头路口。好，红灯停车。红灯即将变绿。红灯停车，慢慢停下来，这个动作是很拟人的。之前在规控的时候，很多车型都做不到，因为你用规则想写出一个这种慢慢停车的动作是很难的。但是端到端之后呢，就很轻松，各家都基本上能做出来了。好，他提醒我接管，但这个接管应该是我们要到终点的，应该不是这个掉头位。这个掉头位我们看一下它能不能自主通过啊。车速现在降下来了，降到它已经降级了，所以这个还是要我来接管了。最后30号他主动退出了。好，那我们就
随后200米向左前方行驶。进入到我们园区，那今天小米舒淇的一镜到底测支架呢就跑完了。那可以预告一下，就是马上小米会推一个车位到车位的端到端版本。那车位到车位是一个很大的野心啊，因为要做到车位到车位，就意味着第一个你要有那种在停车场里面去行走寻找车位的能力。另外呢，你要把停车场的代客泊车、自动泊车，还有城区自驾，包括高快自驾几个系统把它串起来，变成一个系统，来中间不能断的。那还有呢，就是车位到车位就意味着肯定会有更大比例的市区行驶的这种状况的。那所以看一下吧，就既然小米要推这个车位到车位的话呢，它应该是对自己比较有信心的。好，最后我们看一下自动泊车啊，很好，它不用扫描就马上能开始泊车了。这个是挺好的，就是我不用切换系统，到这里它识别车位，我选择了它就走了。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啊，它是泊车的时候一边走一边打方向，它不是那种打好方向再走的。所以泊车这个是挺好的虽然这个车位没有什么难度啊，但是从刚才这个动作我们能看出来，舒淇现在做这个泊车的系统是做得挺不错。好，车停好了，搞定了。好了，那今天大家觉得舒淇的这个支架的表现可以打多少分呢？但这个不管多少分都好了，反正我们现在只是摸个底。那等到时候我们更新到它下一个版本的支架系统之后呢，会再走一次这条路线，然后到时候我们可以回来看一下舒淇的表现到底有多好啊。那首先大家记得要关注我们智能车研究所啊，到时候你才能看到我们下一个版本的测试的。那今天先这样了，谢谢大家一键3连，谢谢大家，拜拜拜拜。